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跨海姻缘故事，主角是一对让我印象深刻的璧人，来自陕西的清华女神易容和台湾暖男熊伟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缘分这种事情真的是妙不可言。易容是个特别优秀的姑娘，今年28岁，陕西农村出身，从小就是学霸中的学霸，一路过五关斩六将，最后考上了清华大学。大学毕业后，她进入了一家知名企业工作。看起来人生已经很完美了，但是易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丽姐，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太单调了。在一次闲聊中，易容跟我倾诉，每天就是工作、回家、睡觉，周而复始。我想要一些改变，想要一段真挚的感情。听到易容这么说，我就知道是时候给她介绍对象了。正好那时候我认识了熊伟，是通过一位台湾的红娘朋友介绍认识的。熊伟今年35岁，在新竹科学园区工作，是个资深工程师。第一次见到熊伟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人特别靠谱。他说话温和有礼，笑起来特别真诚。虽然不是特别帅气的类型，但是给人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价值观特别正，对感情也很认真。丽姐，我希望能找到一个真心相爱的人，组建一个温暖的家庭。熊伟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神特别坚定，我立刻就想到了易容。虽然两个人一个在台湾，一个在大陆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很配。于是我就安排他们视频见面了。第一次视频见面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气氛特别好。易容穿着淡蓝色的连衣裙，温婉大方；熊伟穿着整洁的衬衫，稳重得体。两个人聊得特别投机，从工作聊到生活，从兴趣爱好聊到人生理想。哇，熊伟哥说话好温柔啊！视频结束后，易容红着脸跟我说，而且他对工作和生活的态度都很积极，感觉特别棒。熊伟也对易容印象很好，易容妹妹不只是外表漂亮，谈吐也很大方得体，而且很有见地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她虽然是清华毕业的高材生，但一点都不骄傲，反而很谦虚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开始了网上异地恋，每天视频聊天，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熊伟经常给易容寄一些台湾的特产，易容也会给熊伟寄一些大陆的零食。3个月后，熊伟专门请了1周假，飞到北京见易容。第一次见面，两个人都特别紧张，但很快就放松下来了。熊伟带着易容逛了故宫、长城，两个人还去了清华园，重温易容的大学时光。易容，我觉得你真的很特别。在清华园的未名湖边，熊伟认真地对易容说，我想请你来台湾看看，如果你喜欢这里的生活，我们就在这里安家，好不好？易容听到熊伟的邀请，心里特别激动。她其实早就对台湾充满了向往，特别是因为平时跟熊伟聊天的时候，经常听他提到台湾的生活。好啊，易容笑着答应了，眼睛亮晶晶的。我也很想去看看你生活的地方。就这样，1个月后，易容请了2周假期，飞到了台湾。熊伟特地在桃园机场接她，还准备了一大束红玫瑰。看到他们相见的那一刻，真的太甜了。哇，台湾真的好美哦！从机场开车回新竹的路上，易容一直趴在车窗边看风景，蓝天白云下，青山绿水间，一路上的风景确实让人心旷神怡。熊伟带着易容先去参观了他工作的新竹科学园区，这里好多高科技企业啊！易容惊叹道。确实，新竹科学园区汇集了台湾最顶尖的科技企业，环境也特别好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熊伟带着易容去了清华大学台湾分校参观。虽然易容是清华毕业的，但是第一次来到台湾清华，还是被这里的教育理念震撼到了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这里的教育真的太人性化了。晚上易容跟我视频，激动地说，学生可以自由选课，跨系选修，甚至可以去其他大学修学分。而且这里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，不是一味的死读书。在参观图书馆的时候，易容更是被这里的学习氛围吸引。图书馆里设有很多讨论区，学生们可以自由交流，互相启发。最让他惊讶的是，图书馆竟然24小时开放。你看这个创客空间多棒！熊伟带着易容参观学校的创新创业中心，学生们可以在这里实现自己的创意，学校还会提供资金支持。
易容看着学生们在创客空间里忙碌的身影，不禁感慨，如果我当年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，应该会更有创造力吧。除了参观学校，熊伟还带着易容体验了台湾的生活。他们去夜市吃小吃，去诚品书店泡上一整天，去九份感受老台北的风情。每到一个地方，易容都被当地人的热情和礼貌打动。台湾的便利商店也太方便了吧！易容惊叹道，不只是买东西，还能缴费、寄件、打印，甚至还能领取网购的包裹。在台北101大楼的观景台上，熊伟突然单膝跪地，拿出一枚戒指，易容，这些天和你一起度过的时光，让我更加确定，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易容感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这些天的经历让她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，也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感情。我愿意，她坚定的点头。当时我也在场，看到这一幕，说实话，我也红了眼眶。这对我介绍的这么多对象中，真的是特别让我感动的一对。他们的爱情来得水到渠成，细水长流。订婚后，易容和熊伟就开始筹备婚礼了。说实话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用心准备婚礼的新人。两个人都特别重视这个人生大事，想把每个细节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。熊伟的父母是公立医院退休的医生，特别开明，知道儿子要娶大陆媳妇，不但没有反对，反而特别支持。熊伟妈妈还专门学习做了几道陕西特色菜，就为了让易容感受家的温暖。阿姨做的臊子面可太好吃了，易容吃的眼睛都笑弯了，比我老家的味道还正宗呢。婚礼筹备期间，易容辞掉了北京的工作，正式搬到了台湾。让她没想到的是，找工作的过程异常顺利。她的清华学历在台湾非常受认可，很快就收到了好几家科技公司的 offer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这边的工作环境真的太赞了。易容兴奋地跟我分享，公司有弹性工时，可以自己安排上下班时间，每天中午还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。很多同事会去健身房运动，或者参加各种社团活动。最让易容惊喜的是台湾的职场文化，这里的领导和同事之间没有特别明显的等级观念，大家都是以姐哥相称。开会的时候可以畅所欲言，提出自己的想法，不用担心说错话被批评。而且这里特别注重工作生活平衡。易容说，基本不加班，有事情要处理也会提前告知，让大家可以合理安排时间。每年还有特别多假期，真的是太幸福了。婚礼定在了阳明山上的一家度假酒店，选在春天樱花盛开的季节。熊伟和易容决定举办中西合璧的婚礼，既保留了传统的习俗，又加入了现代元素。婚礼当天，我作为红娘特别荣幸地被邀请参加。易容穿着素雅的白纱，美得像个小仙女。熊伟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，帅气逼人。最让人感动的是，两家父母都特别开心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各位亲朋好友，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熊伟的婚礼致辞说得特别好，说到动情处，易容都感动得哭了。我看到台下的宾客们也都偷偷擦眼泪。婚礼上还有一个特别温馨的环节，熊伟特地邀请了易容在清华的导师来台湾参加婚礼。导师不但来了，还带来了北京清华和台湾清华共同签名的祝福卡，这可真是独一无二的祝福。易容啊，你们这场婚礼不只是2个人的结合，更是两岸文化的交融。导师感慨道，希望你们的爱情能够像清华精神一样历久弥新。婚礼结束后，易容正式开始了在台湾的新生活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适应的过程竟然出奇的顺利。一方面是因为熊伟家人的细心照顾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台湾社会的包容和友善。结婚后的易容生活充实而忙碌，她不但要适应新工作，还要学习做个台湾媳妇。但是每一天她都过得特别开心。作为她的红娘，看到她这么幸福，我也特别欣慰。丽姐，我现在特别理解为什么台湾的教育和社会制度这么人性化了。有一天，易容跟我视频聊天的时候感慨道，原来她发现这一切都源于台湾社会深层的人文关怀。易容在公司里认识了一位台湾同事小婷，她女儿正在读小学。通过小婷，易容了解到台湾的基础教育也很特别，这边的小学生没有那么大的课业负担，每天都有体育课和艺术课，还经常组织户外教学。
更让易容惊讶的是，台湾的教育特别注重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和公民意识。小婷的女儿才小学3年级，就开始参加环保志愿活动了。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去敬老院看望老人家，去特教学校跟特殊儿童做朋友。有一次，易容去参加公司组织的企业参访活动，参观了一所特殊教育学校。她被学校里的设施震惊了，每个特殊孩子都配备专门的辅导老师，还有各种专业的康复设备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都是免费的。随着在台湾生活时间越长，易容越发感受到这里的社会制度有多么贴心，生病看医生特别方便，而且负担很轻。易容说，就连偏远山区的居民也能享受到完善的医疗服务。记得有一次，易容感冒发烧，熊伟带她去看医生，她惊讶地发现，在台湾看病不用排长队，预约系统特别完善。而且医生会很耐心地解释病情和用药注意事项，不会让病人感到焦虑。最棒的是，这里的医护人员都特别温柔。易容说，护士阿姨给我打针的时候，还会轻声细语地安慰我，让我放松。台湾的公共设施也让易容赞叹不已，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美术馆遍布各地，而且大多免费对外开放。公园里的运动器材一应俱全，方便居民健身。就连公交车站都会贴心地标注下一班车的到达时间。你知道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吗？易容跟我说，这里的无障碍设施特别完善，每个公共场所都有轮椅坡道，公交车都能放下踏板，方便行动不便的人上下车。易容还发现，台湾的公民参与意识特别强，大家都很关心社会议题，经常参加社区讨论会。他说，就连社区里要种什么树，要不要建游乐场，都要征求居民的意见。熊伟的父母也经常带着易容参加社区活动，包水饺、插花、太极拳，各种活动丰富多彩。老人家们年纪大了也不会觉得无聊，每天都有活动可以参加。我现在总算明白为什么台湾的教育和社会这么进步了，易容感慨道，因为这里真的把每个人都当人看，尊重每个人的需求和想法。日子过得真快，转眼间易容来台湾已经1年多了。这1年里，我经常和她视频聊天，亲眼见证了她在台湾的成长和蜕变。丽姐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某天易容突然兴冲冲地联系我，我要当妈妈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也特别激动。这对我来说，不只是一个红娘的成就，更像是看着自己的妹妹收获幸福。怀孕后的易容得到了最贴心的照顾。台湾这边的产检特别细致，医生会耐心解答准妈妈的每一个问题。医院还组织孕妇课程，教授孕期保健知识，还能认识很多准妈妈朋友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这边对孕妇特别照顾。易容告诉我，公共场所都有专门的孕妇座位，就连公司也给我准备了特别舒服的办公椅。熊伟更是化身暖男典范，每天变着花样给易容煲汤。你是不知道，她现在煲的汤比我们老陕的厨子还地道。易容笑着说，婆婆也经常过来教易容一些台湾传统的坐月子方法。有一天，易容和熊伟去医院做产检，正好遇到一对来自非洲的夫妻也在做检查。让易容惊讶的是，医院竟然安排了专门的翻译，帮助这对夫妻更好地理解医生的建议。你看，这就是台湾最打动我的地方。易容感慨道，这里真的很包容，不管你来自哪里，都能得到同样温暖的对待。这时候，易容也在认真准备台湾身份证的申请。我决定了，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。她坚定地说，我爱上了这片土地，爱上了这里的一切。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易容还担心自己会不会适应不了这里的生活，但现在她已经完全融入了台湾的节奏，每天早上去菜市场买菜，跟摊贩聊天，周末和熊伟骑自行车去河滨公园运动，参加社区举办的各种活动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易容现在也开始在社区大学教书了。她说要把自己在大陆和台湾的学习经历分享给更多人，让大家了解两岸教育的不同特点。你知道吗？现在我的学生里有退休的老师、家庭主妇，还有大学生。易容特别自豪地说，在这里活到老学到老不是一句空话，而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。前几天，易容还和我分享了她对未来的规划。她说，等宝宝出生后，要让孩子在这样包容、开放的环境中成长。
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像台湾的孩子一样，既有爱心，又有独立思考的能力。作为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姻缘，但易容和雄伟的故事真的特别让我感动。这不仅是一段跨越海峡的爱情，更是一个关于成长、包容和理解的故事。现在每次和易容视频，看着她幸福的笑容，我就觉得特别欣慰。她不但找到了真爱，还找到了自己理想中的生活方式。这大概就是我们说的，爱情是生活的加分项，但绝不是全部。真正的幸福是在爱情的滋养下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。